现在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部长先生，总是很高兴见到您。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能来。早安，玛利亚。我想听听你对这场战争对伊朗影响的看法。当然，你身处经济与战争的交汇点，一直允许来自伊朗、俄罗斯的石油流动。当然，还有总统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做法，都是为了稳定油价。但我想听听你对此的看法。这是否可能资助了我们的敌人？这场战争造成的石油冲击，是否与总统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相冲突？完全不是这样，玛利亚，因为正是总统从去年3月开始的极限施压政策，针对伊朗及其石油出口客户和他们的影子船队，才让伊朗经济在12月陷入困境。他们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银行倒闭事件，中央银行不得不介入救助银行，印钞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走上街头，那才是这个政权的真正转折点。这个政权现在麻烦缠身。我上周在另一个节目中说过，他们就像在希特勒的掩体里，而希特勒已经死了。我可以告诉你，到了这周，希姆莱和戈林也死了，领导层已经被斩首。与美国主流媒体想让你相信的相反，他们一片混乱，他们沟通困难。你看到的所有这些火箭发射，都不过是一个垂死政权的临终挣扎。是的。昨晚的局势升级，还有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不会再攻击伊朗那些非常重要的天然气和石油基础设施了，因为这引发了卡塔尔的反应。我觉得局势确实升级了。您能告诉我们总统在这里想传达什么信息吗？他在摧毁伊朗军事基础设施方面一直非常直接，但在打击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方面却有所保留。是的，玛利亚。关于军事方面，昨晚是这次行动中迄今为止打击力度最大的一晚。今天我们进入了第19和第20天，我们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川普总统希望为伊朗人民保留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没有攻击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在哈尔克岛，那是枢纽。90%的伊朗石油都从那里运出。我们对岛上所有的军事目标进行了精确打击，但没有针对任何能源资产。所以我们允许伊朗石油继续从海湾地区运出。你知道一些印度油轮已经离开了，一些中国油轮也离开了。玛利亚，需要明确的是，这是一项协调一致的努力。我们在整个政府内部都有一个打破常规的计划。财政部解除了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我们知道大约有1亿3千万桶石油在海上。我们创造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供应，所以我们预料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那里可能会出现一个暂时的，我想强调是暂时的瓶颈。而且有1亿3千万桶的浮动储油，在未来几天，我们可能会解除对海上伊朗石油的制裁，大约有1亿4千万桶。所以根据你如何计算，那是伊朗一直在运出的10天到2周的供应量。这些石油本来都会运往中国。本质上，我们将在接下来的10到14天里，利用伊朗的石油来对抗伊朗，以保持油价稳定。同时，我们继续这场行动。是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手段，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4亿桶已于上周获批。而且你知道的，一些国家会做得更多。美国可以单方面再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压低价格。正如您所注意到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和它的欧洲对应产品布伦特原油
在过去几个交易日中已经大幅分化。你知道的，上周他们的价格还几乎一致。这是因为美国多亏了川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的努力，以及现在持续的努力，几乎实现了能源独立。而且你知道的，川普总统说，我们的盟友应该加入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联盟，他们才是需要这些石油的国家。美国你知道的，我们是一个石油出口国。确实如此，这正好击中了我在采访开头提出的那个要点，那就是你们正在努力平衡能源稳定和对伊朗施压这两件事。至于财政部干预市场的问题，部长，显然自这场冲突开始以来，市场一直承受着压力。道琼斯指数下跌了将近6%，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也随着油价上涨而下跌。我的意思是，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早上一度达到了118美元，那是在我们讨论过的针对关键能源设施的夜间袭击之后。您说过，目前没有具体干预市场的计划。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财政部会被迫进行干预呢？玛利亚，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两件事。我想，有一些猜测认为美国财政部会干预期货市场，我们绝对不会那样做。但是我们正在通过创造海上石油的过剩供应来干预市场。所以本质上，等到我们解除对海上伊朗石油的制裁时，我们就已经进行了干预，并且会创造出大约26千万桶过剩的石油。如果你认为海峡的暂时关闭导致每天大约1000万到1400万桶的赤字，那么你知道，这根据你的计算方式，这大约是3周的石油供应，足以稳定市场。所以那是一种实物干预，我们不会进行金融市场干预。你知道，玛利亚，你会看到这些价格飙升。2周前的周日，我们就经历了一次，当时价格大幅飙升，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抛售。你知道，我从事市场工作40年了，我总是发现，尤其是那些为我工作的人，当他们亏了很多钱的时候，他们总说是有什么神秘的干预，而不是因为交易不当。所以我想澄清一下，我们没有干预金融市场，我们正在向实体市场供应商品。我很高兴你指出了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原油之间的差异，因为当我们的欧洲朋友说我们不会参与也不会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知道，特别是欧洲人，他们对那个海峡的需求甚至比美国还要大得多，因为他们依赖液化天然气，而且20%的液化天然气每天都应该通过那里。天然气价格一直在飙升，对吧？他们需要这些天然气来发电。当欧洲人说这不是我的战争，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的时候，总统有没有讨论过他可以怎么回应？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会让总统说，乌克兰也不是我的战争。我认为总统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认为那些从这些行动中受益的，以及他们的经济体都应该做出贡献。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个明确的说法，那就是北约也许我们的一些亚洲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因为我们还在继续进行轰炸行动。但是到最后，如果没有某种全球联盟来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会感到非常惊讶。对于那些受益最大的人却什么都不做，那将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当然，日本首相今天在白宫，你将与他会面。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是否期望日本在这件事上改变立场？也许会更多的参与这场斗争，并支持美国。好的，但再说一次，他们不必直接参与实际的轰炸行动。但我预计日本他们90%、95%的原油供应都来自海湾地区。
他们会非常关注确保这些供应的安全。日本海军是世界上3大海军之一，他们拥有一些最好的扫雷舰和水雷探测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将与首相进行一次非常好的讨论。川普总统与他的关系非常好，他非常受欢迎，在他的支持下，他在战后日本历史上创下了议会得票率的记录，所以他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他非常亲美，我认为我们今天会进行一次非常好的讨论。当这一切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最早表示希望向市场释放石油以压低价格的人之一。他一直很支持、理解当前油价飙升的问题。他一直非常支持，而且日本拥有非常大的战略石油储备。我猜他们会开始释放石油，而且释放量会超过国际能源署原本的等量释放，所以我认为他们会向市场供应石油，而且他们是很好的盟友，和总统的关系也是非常好。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共再次证明自己是不可靠的供应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我们下定决心，我们不想通过贸易脱钩，但我们确实需要战略的脱钩。而且，中共在这次的伊朗冲突期间切断了所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成品油出口，所以那些依赖他们的人，那些依赖他们提供航空燃油和其他成品油的国家，现在都陷入了困境。而美国，你知道的，在继续出口能源。是的，而且总统当然推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会留在这里专注于这场战争。我想明确一点，那次行程的推迟是出于这次冲突期间的后勤考量。川普总统认为他留在美国国内，不前往国外，这一点很重要。这与要求中方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毫无关系，所以这是总统决定推迟日期的。是的，我明白这一点。我认为这完全是务实的，我完全理解。当与伊朗的战争正在进行时，总统确实需要留在华盛顿，留在美国。但我们暂时把这个放在一边，因为中方一直都是同谋。我们知道中方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伊朗，购买了90%的伊朗出口产品，90%对伊朗在零部件方面提供帮助，在许多方面都提供了帮助。那么上周您在巴黎与中方官员进行会谈时，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方显然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头号对手。玛利亚，你点出了一个关键。你知道，伊朗是全球恐怖主义的蛇头，他们是主要的国家恐怖主义赞助者。而中方一直在购买90%到95%的伊朗石油，所以他们一直在资助全球恐怖主义的主要赞助者。他们通过购买这些石油获得了折扣。如果我们按照计划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那么这些石油的价格将上涨到市场价，并且最终会流向中方以外的地方。你知道，它可以流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印度这些国家在这方面都是表现良好的参与者。我在想，总统最近提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随口一说。他说，我们希望在某个时候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显然正在制定一项法律，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安全通行费。总统会不会考虑，一旦控制了海峡，就开始对过往船只收费呢？这是荒谬的说法，玛利亚。你知道，对于这个政权来说，我们又回到了巴格达鲍勃的那些老调重弹。你知道，这个政权正在崩溃，人民开始反对他们。我们开始看到有人叛逃，
在财政部，我们现在知道伊朗领导人的银行账户在哪里，他们正在被冻结，我们会扣押这些账户，看看谁会叛逃。但你知道，我们开始看到整个政权内部都有人叛逃，这就是他的结局。所以那种收费的说法是荒谬的。川普总统谈论的是，明确地说，他从1988年在伊朗国王下台之前就开始关注哈尔克岛，他认为美国应该关注那里，他对此非常关注。就像我说的，上周进行了一次轰炸行动，哈尔克岛上的军事资产被摧毁了。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是一名石油工人，你不会想在那里工作，所以那里的所有石油工人都是被迫留在那里。我们会看看那里最终是否会成为美国的资产。部长，您对这一切对经济的影响最好的评估或预期是什么？当然，现在油价正在飙升。我们知道您的预期是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但在这场冲突之前，您一直将促进增长的放松管制以及对国家经济增长有利的经济问题作为您的首要任务，这会如何改变呢？好的，玛利亚，我想我们必须让美国人民以及我们整个政府重新回到一个思维模式，那就是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记住，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任何没有安全的繁荣都只是一个幻象。所以现在，川普总统通过这样做，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正如万斯副总统昨天说的，现在的困难是短期的，我们会度过这个难关的。玛利亚，我认为这体现了市场参与者和外交政策评论界，也就是所谓的体制派明显的想象力匮乏。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度过这一阶段之后会是什么景象？是的。随着马杜罗在委内瑞拉下台，看起来古巴也在进行一场缓慢的政权更迭。伊朗这个可怕的全球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他们的实力被削弱，他们无法投射力量。然后你知道的，在某个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会得到解决。而且我认为天然气价格、能源价格会比2月28日的时候更低，并且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是的，我和很多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还有实体经济的首席执行官都见过面。我可以告诉你们，经济很强劲，消费者也很强劲，所以经济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下进入这场冲突。我们是从一个强势的地位来做的，而不是一个弱势的地位。我明白，但是我们之前谈论的是5%的增长，第4季度也接近这个数字。对2026年，我们还可以展望3%的增长吗？玛利亚，我认为它可以高于那个数字。我认为这可以是无通胀的增长，而且你知道，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会克服这一切，我们会走出困境，增长会更好，我们的安全也将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是的，我非常感谢您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以及总统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议程，我对此非常清楚。面对这一切，您是否改变了对关税的评估？因为我们当然正在进行301条款调查。中国是你们正在以多种方式关注的国家之一。这涉及到最高法院关于 IEPA 裁决的结果。考虑到我们看到石油、化肥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我们是否应该预期您的关税策略会有任何改变？完全没有。玛利亚，需要澄清的是，对于您之前节目中农民提到的氮基化肥，我们没有征收关税。罗林斯部长很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就化肥问题发布一项声明，而且通过301条款进行的关税调查仍在继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詹姆森·格里尔将进行他们的研究，我们将在7月得到这些结果，然后我们拭目以待。预期是，如果这些研究圆满完成，
关税制度将在新的授权下保持不变，但这再次取决于301调查的成功